如今倒也没有想好，要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新生。不过，我要用新的身份，去弄清楚一些事情。还望师尊能多给一些时间。我就暂且先帮你管一段时间，但你需尽快调整。火凤降世，必迎来3界朝贺。作为主角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万众瞩目。若迟迟不能朝贺，恐失了礼节。突然明白，多谢师尊。这果然是人间历烈酒了，棋艺竟不输为师了。无趣，你好好休养吧。你自涅槃降世以来，从未去过天宫，怎知天宫重繁文缛节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您与长老们经常在我耳边说，我自然就记住。你倒是记性好，1000年前凤凰蛋里的事儿都记得这般清楚。好在如今给自己加了禁制，故人见我也是另外的模样，倒也认不出我来。哇，这可是天宫最上等的万年梨花酿，肯定好喝。到时候我们找到了阿静的情思，再把这个梨花酿开出来，好好庆祝庆祝，怎么样？好。那就是找不到，那我还能喝吗？呸呸呸，一定找得到。到时候等阿英成功揽心上人入怀，福成老仙，我的那份分你一半。那我的也分你一半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哎呀，一定会找到情思，跟古今战神圆圆满满的。喝完了这坛酒，过去与他的那些羁绊，就真的完全抹除了吧？哪里来的小贼，敢偷我的宝贝？还要吗？半神之力？难道你就是凤族刚出生的那个小丫头？甭管你是火凤还是无名小仙，你偷我的酒就是不对的，把它还我！这酒当真是你的？虽然不是我的，那偷阿英的酒也是不对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小妮子可是恩怨分明，你等着她回来啊，找你报仇。你是说那个与魔族勾结，被元神剑劈死的那只水泥兽？他不是仙缘尽散了，如何找我寻仇？阿英没有勾结魔族，她是被冤枉的。这个事儿复杂的很，这各种缘由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我们阿英不是魔族的奸细。唉，可谁又在乎一只水泥兽的委屈？是啊，谁又会在乎一只水泥兽的委屈？这酒还给你。
味道醇厚的很呐！切，你真是没有品味。嗯？哎，人呢？嗯。这刚出生的小丫头，怎么会知道阿银买酒的地方呢？凤吟醒了，连天帝凤渊都赶回了梧桐岛。天帝回来了，那殿下您……好在凤渊没有久留之意，让我继续任代天帝之职。不过，他好似有意选拔新的天帝了。那殿下打算如何？我好歹主政1000年，明日先看看众仙们的意思。你回来，阿若和我就都放心了。今后我也能抽更多的时间，去找紫月的下落。紫月行踪缥缈，你已经苦苦找了1000年了，不如休息一阵，把事情都交给我，总有一日，我会把他们都抓出来。你有此志，我甚欣慰。可你是我妖族万年难遇的10尾天狐，若你独自历险，必是其余2界欲除之后快的眼中钉；但若你是妖皇，任凭谁想对你不利，也不得不事先掂量一番。林某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以你的资质，本就是妖界皇者的不二人选，你不坐那位子，那还有谁敢坐？姑姑一直对我寄予厚望，以前的我却总让她失望，如今我断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姑姑牵挂的故土，我定要替她守住。这妖皇，我当。好，此刻我真替阿若感到开心。唉。说起阿若的牵挂，我还想到一事：阿若一直想与仙界修复关系，些年前他还特意带你去梧桐岛提亲，恰好如今凤隐苏醒，不如将这桩婚事……饶了我吧，我才不要娶那个小丫头。要是每天都哄着逗着，我哪有心思操持妖族事务？我不反对仙妖联姻，但是我对凤隐没兴趣。我就猜到你心里还是只有阿银。罢了，感情的事你自己做主，只要你不后悔就好。我当然不后悔。女儿，不能再拖了。为父已经年迈，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唯有你尽快即位，才能安抚住族人的心。你的能力和威望，在英族无人能及。那你告诉为父，你的顾虑是什么？父王，女儿只是觉得为时尚早，所以……是妖族那小子吗？你辛辛苦苦为他等了上千年，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他，让他给我一个答复。父王，他心里其实一直住着别人。你明知道他心里念着别人，为什么还心甘情愿的苦等？就算我不是鹰王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，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白白耽误了大好年华。女儿，是时候做个决定了。
殿下，封渊陛下此次回归，可是有久留之意？封渊陛下只是暂归，不久就要晋升，天宫事务仍由我裁决。禀殿下，今日妖族十尾天狐弘毅正式继任妖皇之位，宣告三界。知道了。殿下，凤族小凤君前日降生，凤凰本就是百鸟之首，如今又逢天地回归，姿势体大，故特向殿下请示，这次天宫将如何准备贺礼才好？炎火仙尊考虑得甚是周到，凤族喜事确实值得庆贺。不过这梧桐岛如今还未向三界发下请帖，或许是族内有其他安排，不如等梧桐岛向天宫送来请帖之后再议吧。这炎火仙尊也不看看是谁将他提拔上来的，竟敢当着众仙官的面说凤凰是百鸟之首，落您的面子，岂有此理！这火凤重归如此招摇，一个1000岁的小丫头，居然有半神之姿，偏偏凤渊在这个时候提出选拔新天帝，完全无视我的政绩，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位给自家人。方才我见武尊也是各怀心思，不一定会支持我。若是我能得到真神的支持，那这天地选拔，我照样不会输。有劳长老了。长老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拿着。恭喜啊！感谢。族长，凤欢长老正在到处找您，想要宝库的钥匙，没想到您在这儿。可是小凤君又看上了什么宝物啊？是小凤君听闻妖族新皇登基，想送一份贺礼。什么？胡闹！1000年前，弘毅不仅屠大泽山满门，还酿成了妖仙大战。现如今，你以半神之身诞生，整个仙界都想仰仗你的力量震慑妖族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梧桐岛怎么可以跟妖族来往呢？族长说的是，此事是我疏忽了。不过倒也提醒我，过2日英族公主过寿，也该备一份大礼。这样算仙妖平衡了吗？这个凤鸣族长也真是的，虽然小凤君你宣布暂时不接任凤凰之位，可我族本就以火凤为尊，叫他一声族长已是给了面子，怎么还管到你头上来了？凤鸣作为一族之长，他要考虑的事情自然是比我多，所以他没有错。在我看来，仙妖只有族类之分，从来都没有善恶之别。仙妖虽有族类之分，但绝无善恶之别。原本以为我已极力忘掉他的一切了，可他还是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这么多。表面上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声称由我全权掌管族中事务，私下却故意跟我唱反调，让我难堪。红绸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小神君与凤凰乃天定的姻缘，如今凤凰已顺利降生，也不枉小神君1000年的等待。我想，这喜事也不宜再拖了。只要凤隐在，这梧桐岛便不可能全归我所主。不如让她嫁去青池宫。能与小神君签订姻缘，是我们家小凤君有福了。此刻天帝陛下外出，那我便以凤族族长的身份收下这份聘书。启禀陛下，仙族梧桐岛差人送来一份贺礼。
来送礼。先祖定是来者不善。那个小凤君一出生便是半神，我看他们此举，定是故意向我妖族示威。我看不像，他们派来的使者举止恭敬，还特意指出这份贺礼是以小凤君个人名义相赠。我看或许是火凤为了报答陛下，当年助缘起神君收集仙缘之恩。不管是何意，如今我玄景宫都怠慢不得。青池宫刚宣布与梧桐岛联姻，我们得罪凤隐就是打神界的脸，此时得罪神族，可对我们无半点好处。什么？缘起要与凤隐定亲？此事当真？此事经由青池宫的红绸确认，已传遍三界，不可能有误。好你个缘起！殿下，陛下去找神君打架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些交情，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破碎了。缘起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东西，给我出来！大胆狐妖，竟敢对神君无礼！红叶，若是对我有不满，可以直说，何必对我青池宫的人出手？你还有脸来教训我？我原本还当你对阿英有几分真心，如今你倒好，已经开始锣鼓喧天的迎娶小凤君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根本是无稽之谈！还在我面前演戏，连聘礼都送了，整个三界都知道你要娶凤隐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神君，你寻的水凝兽千年未果，如今小凤君降生，你应该明白，谁才是那个与你比肩守护众生之人。姑姑，这都千年了，你怎么……我现在就去退亲。不可！如今你又要去退婚，小凤君刚降生，就要在三界丢尽颜面。凤渊就是再疼你，这次也难保不会生气。姑姑，此言差矣。难道我们要为了一时的面子，去牺牲别人一辈子的幸福吗？我心中只有阿英，此生不会再娶他人，凤隐也不应该成为这场联姻的牺牲品。无论凤渊姑姑如何怪我，都认了，不能再酿成更大的悲剧。什么？凤鸣收了缘起的聘书？启禀小凤君，缘起神君来咱梧桐岛了，此刻正拜见凤凰陛下呢。神君肯定是来商量婚礼事宜的，这刚下了聘书就眼巴巴的赶来，这缘起神君未免也太着急了。神君如此英俊尊贵，又对咱小凤君这般上心，这仙界的其他女仙君们此刻估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呢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如此凉薄之人，我凤隐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凉薄？他是混沌之神，理应要对三界一视同仁，哪还有多余的情感施舍给我？就算是爱我，那跟爱路边的阿猫阿狗有何区别？什么？你要退婚？姑姑，我跟凤隐连一次正式的会面都不曾有过，更别提什么爱慕之心了。更何况我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你自小就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，以师门血海深仇为重，我能理解。不过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你退了我梧桐岛的亲事，这可是给我未来凤凰一个好大的杀威棒。日后这件事必沦为众仙嘲笑他的把柄。你若不拿出点诚意来，我这个做师尊的可是不会轻易放过你啊。但凭姑姑处置，缘起莫敢不凑。这样吧，退婚之事由我梧桐岛来宣布，这样不会太落了凤隐的面子。另外，你需屈尊降贵，在凤隐身边做1个月的贴身小厮，让他消消气儿。如若这2点你都能做到，退婚的事儿我便答应你。好，就按姑姑说的办。绝对不嫁。凤隐竟是这么说的？是，小凤君原话如此。
行吧，就按我吩咐的去安排。是。师兄如此爽快就答应了，那位神君如何说？要是让小凤君知道，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薄情郎先开口退婚了，那多没面子啊！那缘起神君别提多懊悔了，正死乞白赖的求陛下呢。后来视听族里的长老提起华叔帝君与阿依女君的往事，觉得面子上无光，这才不情不愿的，总算答应了退婚。他的反应正如你所说那般，就是这样的。神君，凤渊陛下吩咐过，需将你与其他弟子一同视之，不能有特别待遇。可是其他职位都已经有人了，就劳烦神君负责打扫庭院吧。一切都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。等等，这些花怎么换了？我之前订的不是金凤、龙船与凤尾云冠吗？这些惨惨淡淡的品种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小凤君的威仪？无妨的，凤环。之前那些姹紫嫣红的，我也早就看腻了。如今这些清雅，我倒也喜欢，留下吧。我先回房了。凤宁，这次的花是谁负责买的？缘起神君让买的。神君，我想了想，这庭院的活对您来说还是不大合适。正好，最近膳房比较空闲，不如您就去膳房吧。也罢，一切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。神君，我家小凤君啊，不爱仙界的八珍玉食，反倒喜欢人间的粗茶淡饭、寻常点心。我这浑身的厨艺使不得，反倒得天天研究人间菜谱。嗨，殿下，这是新做的糕点。这糕点哪来的？厨子做的。厨子？嗯。小凤君，你为何会做人间美食？回禀小凤君，是一个新来的杂役教的我。
在里面。小凤君，神君的爱好倒是别致。小凤君认得我？千年前涅槃之日，被搅得仙缘尽散，任谁也不能忘吧。千年前确实是我莽撞，缘起在此，诚心致歉。神君这个礼，我收着了。多谢。青池宫事务繁忙，神君早回。小凤君，我答应了凤元姑姑，在梧桐岛给你做1个月的杂役，来弥补我青池宫无故退婚之过。无故退婚？神君做的这些点心，实在是不合我的胃口。还有你修理的花园，让人越看越不顺眼。为何神君的错要让我来受呢？这些事情我会反省，努力做到更好。不必了，回你的青池宫。但我已经答应凤元姑姑了，应该说到做到吧。果然是神君，只顾自己仁义二字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。还是如此。行，你待在这儿，莫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眼不见为净。哇，小凤君骂人好狠啊！这味道挺好的呀，厨房也收拾得挺整齐的。小凤君要求太高了，是我害得他千年前仙缘散尽，他不待见我，情有可原。喂，做给小凤君的，你吃的倒挺快。他不是嫌弃你吗？嘿。你吩咐下去，缘起神君寿宴摆设全按此图，不许有任何差错，听明白了吗？殿下如此尽心为神君做寿，可神君的心思咱们尚不知晓。若是寿宴当日神君不出席，那您的脸面……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让他答应出席的。神君回青池宫了吗？还是留在梧桐岛呢？代天帝，按资历他本该还差点，但天宫念在他与蓝风帝君的关系上，多少有补偿之心。蓝风帝君千年前惨死，华说认定是妖族和仙族一小仙兽勾结做下此案，但缘起神君言定是魔族作祟，孔雀一族尚有复仇之心，但有神君立下的仙妖休战誓言在前，仙界也就难给予支持。你虽重罪，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水灵兽，我来行刑便够。萧凤君，可是身体哪里不适？无妨，只是没睡好罢了。看来我没法去见这个代天帝了，烦请你帮我去，不为难吧？小凤君不必操心，赶紧好好休息，养好身子才是正经事。哦，对了，他也是不容易，待人客气些，辈分厚礼。是。
本尊亲自登门恭贺小凤君涅槃重生，却连面都见不上。凤凰长老这就要拿东西打发我。华叔殿下亲临我梧桐岛，我等自然不敢怠慢。只是我们小凤君现在不便会见外客，请您见谅。这份礼物也是小凤君亲自挑选，以示歉意的。可不是，凤影这丫头降生着实是不易，别说他们，我都得护着。华叔啊，你要多多见谅。陛下，不必多礼。华叔，以后天宫的事还要多多依仗你，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开口，莫要客气。都是华叔应该做的。不过还真有一事，听闻缘起神君尚在梧桐岛，不知华叔可否见上一面？下个月便是神君寿宴，我有诸多事宜想要亲自跟他核对。缘起啊，现在应该在后花园摆弄仙草了吧？神君？神君怎么在做这些杂物啊？神君身份尊贵，凤族竟叫神君做这些，未免是仗着神君性子温厚谦和，蹬鼻子上脸了。我自幼由凤元姑姑看着长大，儿时就经常来这梧桐岛玩耍，不知弄坏了多少仙草啊！现在就算照料他们，也难以补偿。华叔殿下不用大惊小怪了。是华叔失礼了。还有事吗？神君寿辰将近，1200年天地一轮回，这是大寿。天宫诸位仙君的意思也是当为神君筹办寿宴，邀众仙齐贺，所以没必要吧？我知神君不喜这些，但这次寿宴有必须要办的理由。仙妖两界最近在边界摩擦不断，妖族大有违背休战盟约、卷土重来之势。神君寿宴正可齐聚众仙，震慑一番。毕竟两族和平也是神君所愿啊。这里没怎么变，当初第一次来梧桐岛是为小凤君降世吧？我也是那时在岛上初遇神君的。是啊，多亏华叔帝君当时出手相助了。早说了，举手之劳，神君无需挂怀。那寿宴之事，我便着手安排，发下请帖了。再说吧。这要是放在以前呀，有人这样步步揣摩你的心思，你必怼他个无地自容。姑姑，我不是偷听啊，我是听说那个叫阿英的水灵兽，当年在华叔手上可吃了不少苦。我想着你定容不得他，所以赶过来瞧瞧。没想到，他以恩情这样步步紧逼你，你居然没恼。这真是变了不少啊！要说到底，最没有资格怪罪别人的人还是我。倘若真要计较，也应当是阿英自己来，连同我那一份，把亏欠通通都偿还了。你这是钻牛角尖儿，你真要把自己困在自责自苦里千年万年啊！罢了，你既然心意已决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本来还想就着留你在此做杂役之际，撮合一下你跟凤影那个丫头呢。这怎可能？姑姑说笑了。我是稀罕你这个真神之体。凤影那个丫头千年历劫回来，没有经过雷劫就成了半神。这后面不知道有多大的劫难在等着她。我明白姑姑的意思。若逢那时，我还尚有余力的话，定会全力相助。你这话怎么说的古里古怪、暮气沉沉的？我刚除完杂草，
身上有些污垢，就不弄脏姑姑了。我先收拾一下。这孩子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可以了，不要被人发现。知道这里人多眼杂，还不尽快回青池宫，非要留在这里耗费心神。刚才险些被凤渊殿下碰到，他可是半神巅峰，一碰你，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姑姑知道也无妨，我只是不想让她担心罢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凌风，他怎么窜进来的？凤印每日这时都会在古树下吐纳修炼，莫要扰了他。抱歉，在下信步游走，一路赏景，竟误入此地，打扰女君修炼，是在下失礼了，还请女君原谅则个。女君的容姿，真是顾盼宜光彩，荣华耀朝日。怎么之前从未见过女君？要不然在下定是过目不忘的。女君该不会是梧桐岛新生小凤君凤隐殿下吧？哼，在下听说凤隐殿下出世从未见过外客，没想到却与在下在此情此景相见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你我的缘分呢。恬不知耻。您说什么？雷火符，快给我解开！哎，这个真不能！凤隐怎么会用我的雷火符？又怂又弱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到我跟前来装偶遇的？此处是梧桐岛祖树所在，不迎外客。说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殿下息怒，在下并无恶意，只是对殿下心生仰慕，才让凤鸣行了个方便，想与仰慕我？你都不曾认识我，何来仰慕？你怕不是觉得装模作样说几句恭维我的话，我便会对你好奇心生欢喜？千年不变，好大一张脸。千年前我降世之际，也是在这梧桐岛上，你得陇望蜀，轻蔑真神的高谈阔论，我如今还记忆深刻。当时我便教训了你一顿，望你长点记性。可这千年后，你给你爹到处丢脸的倒霉德行倒是一点都没变。是你？当初替古剑出头的人不是华叔，是你。知道就好，还不赶紧滚蛋！还有客人。
那是在梧桐岛，助我解围的人是你。你在降世之前就可以化形吗？我还以为……神君不用对我说，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。千年前也是看着林峰恃强凌弱，无论是谁，我便都会出手相救。此等小事，倒不必一直挂在嘴边。倒是神君你，打完杂就应该回到你的青池宫，我们都清静。主人，看来这小凤君可真的是不喜欢你。我到今日才知道，原来当年助我解围的人根本不是华硕，而是凤影。华硕竟在此事上骗了我千年。于凤影，我连救命恩人都能认错，他自然会厌我。只是方才他用的那雷火符，雷火符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跟你画的是一样的吗？就因为跟我画的是一样的，那是我千年前为了省事独创出来的。我只教过阿影。